有能力的房仲就是他资源很多，那资源很多一定有包含银行窗口就是说他们就经历了那么多手交易以后，他们自己都很会看哪间银行会放，哪间银行不会放，哪间银行放多少，现在利率怎么样。对，所以就是跟那个抓药一样，你先跟那个房仲讲你的情况，讲一讲之后，像我很推荐的那个高雄台湾房屋美术自新店林店长跟抓药一样是诊断你这个条件现在这阵子的话，好像是要送哪间银行比较 OK， 他签下会直接帮你跟代书讲说那送哪一间，这个我找好了，就这样好的房仲是能够在贷款这边就帮你很大的一把而不是说放给你烂，你说没有，我任务完成了我就要等佣金你贷款不到你也要补这是你的事情我的服务已经到这边。很多那个新手房仲就是这样那不用到高手房仲，到中手大概从业了3年5年他们都会有一堆银行的线银行的线，你看看如果是哪些银行在欠房贷业，当然现在的情况叫做大家都不缺了，但在之前会需要去争取房贷的业绩这是有搞头的因为他房贷在我这里做那我可以卖他其他有的没的资料，避免被银行拒绝贷款。自产课教你破解银行审核关卡先说结论，只要你有薪转薪资转账的记录啦，并且准时有缴信用卡，你的条件是差不到哪里去的。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买房的隐藏成本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可能会被拒贷的几种情况我先讲一定会被拒绝贷款的情况首先就是你的账户已经被列为警示户被列为警示户最常见的原因有这几个。第一，银行的头拿去借人，然后被诈骗集团拿去用怎样怎样的这很多，这个我问下来叫非常之多。那我因缘际会好像聊，他就说他现在还要做劳动服务，到时候这个我八卦的时候再来说那第二个就是被贷款诈骗有些不肖业者就跟你讲说可以请那个特殊的贷款然后就拿走你的身份证跟 PO 那一样就变成诈骗集团的工具反正你就是不要犯这种错就对了，不要把自己的银行布置给其他人那现在有一种很常见就是他跟你说他汇错账号，叫你会去另一个账号，就是直接打电话去银行讲就对了是不用打去先报案的但你就打去银行讲有这件事情，他们有个记录就这样。为什么？因为这可能有洗钱的那个疑虑。那如果你变成警示户，那就是很多银行都不会给你贷款，除非一些小银行比较赶超赶的那种才有机会过，即使会过条件也很差。第二种贷款一定不会过的是宣告破产我们这些观众都是良民这应该不会有谁遇到这个情况那就是如果你正在进行什么债务协商清算或破产的话，银行规定也是不准贷款，你是银行你也一样那你不要想说债务协商要金额很大你如果是做信用卡整合，那可能弄一弄50-60万这样就算进入债务协商了，那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状况了。再来你要知道哪种状况银行会考虑那接下来我们讲说有机会过，但条件会变差来，第一个是无法证明还款能力，就是你的收入证明不足，或者你没有薪转，这很常见就是零现金的菜市场做夜市他们就没有薪转嘛，所以他的贷款一般不好通过通过的成数也不好，利率也不漂亮那第二种就是信用不佳就银行去查你联征嘛，然后就发现你分数不高，或者你过往有缴款不良的记录，信用卡迟缴逾期之类的。那第三个是个人条件不好，这个就很个人那通常银行会给你软钉子，例如说非战之罪例如说你现在60岁然后自由业你想要买一间小套房，然后你想要贷个70%就好，银行也跟你这边没有这怎样我们的规定是这个房贷的剩余年限什么那个都软钉子那最后你要知道怎么避免被银行拒绝。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说银行眼中的好客户长什么样子。这个你听起来你会觉得是废话，但是我跟在银行上班的朋友聊天以后，我才知道说原来这种人在银行的眼中已经是好客人，这种人原来很稀有好，来，第一个信用良好你就没有贷款的迟缴记录，或信用卡那边欠缴，那边缴最低这个要讲一下就是你的信用卡如果是缴最低，反正就是没有一次缴清的话，对银行来讲这个叫做迟缴你不要想说我都有缴都缴最低没有，在银行的眼里，那你的信用的分数就会变低。第二个有劳健保有薪转就是你最好是一间公司员工，每个月会有固定的薪水入账，
那最好是什么上市柜啦，上市柜大概都是一路绿灯，剩下就看收支比的问题而已，或者是军公教。第三种手上有钱哦，就是你不要只有现金，你要有其他资产配置可以来做财力证明。比方说你有个600万的股票哦，台积电哦，或者是怎么样，或者你定存，或者你有什么保单之类，或其他不动产继承来了没关系，那个就是你的财力的一部分，看起来没有很难啊。但是真正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哦，没有想象中的多。那如果你哪个条件有点不符合的话，你就去亡羊补牢，尤其是联征分数这一关，很多人都是挂在这里，因为他不是说你今天把信用卡缴完，立刻就回血了，不是这样哦，那大概要等3个月。好，那我讲一个观念啊，就是说银行的好客户其实很好辨别哦，很好辨别，你就去问你在银行上班的朋友，那他们就会告诉你了。哦，对哦，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 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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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就是说我前面是不是提到去找银行上班的朋友，这是真的啊，因为我自己当初就是这样啊。金融业从业的人数那么多，我们身边大概多多少少都在银行上班工作的亲朋好友吧，他可能是做企金他们叫法金还是怎样的都没关系啊，他也可以帮你引荐嘛，亲戚朋友啊。那你就说我想买房子，那未来我要做什么东西来你们分行会接我的案子，那只要你做了没有太差，
这个都会帮你啊。像我同学就说，哦，好啊，拿来我帮你做啊。然后他就告诉我一些攻略啊，你那个信用卡有没有迟缴？我说没有，那个是你自己的亲朋好友，你就跟他讲嘛，讲你的情况啊。然后银行的员工就是他们就有办法，这我不知道具体怎么运作，但是他们就有办法就我年轻的时候，现在也没多老啦，就我之前那边买房子的时候，就是找那个认识的同学做的。那个同学也是，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刚毕业不久，然后都没有什么财力可言，他就说啊，我帮你写报告，就这样送过去也过了，然后也就下来了。所以你就找那个在银行上班的人，你去问他不是会准。你做人又没有很差的情况，他也不会害你的情况之下，他就跟你讲攻略啦。除非遇到那种金融业界的天灾，比方说我们第7波信用管制啊，这种他想帮你他也帮不了的情况，不然的话都会帮啦。为什么这个东西有值得这样拿出来八卦讲的原因，是因为在买卖现场中古屋买卖现场跟预售也一样，预售是不是建商就帮你瞧好什么土银台银呢？然后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整批过件，通过率很高。那一般来像我专做的中古屋，你以为大家贷款是怎么贷的？那个大家贷款就是现场被问的，那个代书说，那你有没有要找哪间银行签约现场啊？你有没有要找哪间银行？你说，我也不知道然后那个代书通常就是说，那你那个薪水用哪一张簿子拿？然后你就想一想，玉山吧就这样。他说好，那我们先送玉山，就这样就被决定了这好鸟蛋的所以你有一个亲朋好友在银行上班，你要先问他，你先跟他调查一下，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你的情况，然后在我这里，如果我要帮你做的话，大概能怎么放。如果这个条件你听起来还好，你就找另一个嘛，就是这样嘛，而不是说你就那么被动在签约的现场，然后通常就是真的很诡异，就是说银行贷款房贷这么大笔的钱，决定的过程却非常的草率，就是那个代书就是自己讲说，那你没有考虑的话，那我帮你送中国信托，帮你送国泰好了就这样。为什么代书要讲这2件？因为他比较熟，他有认识里面的经办，大概就是这样，这件事情就被决定了，你不觉得很草率吗？所以你有在银行上班的亲朋好友，你就先问这个他也比较有办法帮你，而不是说一个素不相识的就送一个 case 来，然后他就要办就帮你办，不办的话就是丢旁边，就这样。好，然后再来就是回到房仲的价值突然在这边扯房仲进来讲有点奇怪，不过真的是这样，就是说我之前不是有一集说有能力的房仲就是他资源很多，那资源很多一定有包含银行窗口就是说他们就经历了那么多手交易以后，他们自己都很会看哪间银行会放，哪间银行不会放，哪间银行放多少，现在利率怎么样。对，所以就是跟那个抓药一样，你先跟那个房仲讲你的情况，讲一讲之后，像我很推荐的那个高雄台湾房屋美术自新店林店长那个跟抓药一样诊断你这个条件现在这阵子的话，好像是要送哪间银行比较 OK。大家签约现场会直接帮你跟代书讲说那送哪一间，这个我找好了，就这样好的房仲是能够在贷款这边就帮你很大的一把而不是说放给你烂。你说没有，我任务完成了我就要等佣金你贷款不到你也要补这是你的事情我的服务已经到这边。很多那个新手房仲就是这样那不用到高手房仲，到中手大概从业了3年5年他们都会有一堆银行的线银行的线。你看看，如果是哪些银行在欠房贷业，当然现在的情况叫做大家都不缺了，但在之前会需要去争取房贷的业绩，这是有搞头的因为他房贷在我这里做那我可以卖他其他有的没的资料，其他没的那个保险产品嘛，那他们也会去接触房仲这样子的族群那为什么？因为现场签约，如果你没想法，然后房仲就说，那我帮你送我认识的那一间，我之前客户条件比你还烂，还是过了你听到这种话，你也会有信心那这就是有资源的房仲，所以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个人认为最稳当的做法还是你的亲戚朋友了，你的亲戚朋友在银行上班了，直接跟他讲了然后讲他的情况，他就会告诉你很明白，告诉你我离这排除力那你还有时间腾挪，因为未来想要买房子的话，你就把这些东西准备起来嘛，不然的话你就是要去找到那个有本事的房仲，然后一堆银行窗口都认识，然后一堆银行窗口还算是部分依赖他带大量的案子进来那他在帮你运筹之下，那你的贷款就会顺顺利利。这是真的我条件那时候工作没几年，条件蛮鸟的跟什么一样，还不是说过了，都是那个零店帮我处理，然后他怎么处理我都不知道，反正他就是我帮你瞧好了，你去哪一间找哪个窗口贷，什么时候去对保，那大概就是这样跟你分享。